呀？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是谁休了谁呀？你这个扑棱蛾子，赶紧把我们给放了！哼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这放可是放不了喽。妾身必须要他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。你做梦吧你！你才做梦！只有妾身这盛世容颜，才能配得上他。哼，你配一把锁，再配个钥匙，你都配不上他。你才配不上他呢！我现在就要摸他了！这兔子，你试试！我要亲亲。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啊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！啊！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！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你以为我真怕你啊？还以为你在做什么法，结果就放了把生了锈的破剑，就想弄我？没门儿！我就是要，当着你的面，你还看他，把头转过去。你以为你可以对付我呀？当然可以啊！哼，可以的话，不妨试试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吧。妾身就是要亲亲。牙疼啊！牙疼？为什么会牙疼啊？你主人清白都快没了，你快给点力啊！赤焰龙眼，你就算头出血了，你给我忍着！牙能出血？哎呀，我不管你牙有多疼，我就是要亲你。你看，叶欢，叶欢，天耀，身体可还好？这是哪儿啊？黑河原。荧惑竹林之后，陈毅修行之处。陈毅，贤哥找到大国主啦？是大国主救了我们吗？他打散了荧惑身上的黑气，让他重新变成了一只竹蝶。不是说无论仙妖在此处都无法使用力量吗？他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不愧是大国主，他已经开始翻译幽冥符了。真的？那我有救了。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等等，贤哥会带你去的。先把药喝了。好苦啊。杨慧，
你可有再对我动过心？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是因为你昨晚我昨晚说了那些话。哪些话？你敢碰他你试试？你敢轻弹我私人的嘴？你敢碰他我剁人的手？你敢看他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？会怎样？ 20年前我还在娘胎里没有滚出来呢。你笑什么呀？能遇见你，便已是极好。我还在奢求时机，是我太贪心了。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？ 国主这么快就将幽冥赋译完了，之前的毛笔经可是译了半天也没弄出来个全本，他果然是在拖延时间。幽冥赋呢是国主夫人写的，所以其中的所思所想，国主再清楚不过了。那国主大人好相处吗？有没有什么礼数要守？他要是像毛笔经一样守规矩的话，我要是不小心冲撞了他，那我岂不是又得不到幽冥赋了？我定会帮你拿到的。 国主随和得很，放心吧。哦，前面就到了。此处似乎见过。那是银月崖，是国主与国主夫人的定情之处。你们或许是在国主夫人的屏风上见过。原来如此，此处果真如玄领夫人屏风上所描绘那般空灵。 好干净的气息啊！是陈毅的气息。走吧。国主，长兰，国主和长兰是双生子，所以容貌自然是一样。玲珑天药。 没想到你能够冲破封印，重回世间。不过天意成全。大国主有礼啦。燕姑娘，大国主知道我。你的事，贤哥都有告诉过我。若雪岭他知道是你拿了幽冥赋，他一定会很高兴。雪岭夫人所设关卡。 道道高深机密，我只是机缘巧合才取得了幽冥赋。燕姑娘谦虚了。幽冥赋我已经译完。谢谢。幽冥赋可需2人一同修炼，并没有这样的规矩。难道？ 严先生他为难你们了吗？唉，何止是为难，
简直就是下了死手。严先生虽然为人古板，却是十分正直，我跟雪岭都很信任他。我还有疑问：幽冥赋是否能够消解黑气，或助被黑气所困之人摆脱控制？能，也不能。黑气是独立于玄妖之外的一种力量，想要控制它的话，就只能成为更强的它。其实幽冥赋是符音的心法，符音，或者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黑气之主。我见过他。幽冥赋所修炼的气，并非是天地的灵气，也都不在妖族跟玄门的术法体制之中。黑气混沌自成一体，雪岭他花了一生的时间去研究，也都没有想到破解它的方法。除非修炼气功法，让自己成为另外一个黑气之主，那就有可能摆脱符音的控制。这是以毒攻毒，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此前，在萤火竹林，你对萤火……那个时候，我打散了他身体里面的黑气，也同时打散了他所有的武功修为。引火为妖，化回原形，从此不能再修炼。但给我打散出来的黑气，它永远都不会消失，而是重新再回到黑气之主的体内。可是不对啊，他的赤焰龙牙可以斩黑气。你可以，你有如此修为的话，为什么还要练幽冥赋？我的赤焰龙牙的确能够斩灭黑气，但却无法解救被符音黑气所困之人。那现在倒也不迟。我想邀请两位在这里耽误一些时日，或许我们可以研究出对黑气相生相克之道。我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修炼幽冥赋也需要时间。如此，便叨扰了。尊者，这次倒挺准时。尊者，您曾经答应过我，若是我替您拿到了幽冥赋，您便会将我的真身还给我。但如今，我想换一个愿望。你要换什么？我希望您可以将燕回的自由还给他。白小生，看来我之前是对你太过纵容，以至于让你有了妄念，自以为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的真身。幽冥赋、燕回，还有你的真身，一个都得不到，恨我？我喜欢你这种感觉，越多越好。但可惜，我没时间搭理你。雪里，阿浅，这里有没有半句是写给我的？
会有的，会有的。贤哥，贤哥，千硕，千硕是你吗？是你吗，千硕？哎呀，没想到我复刻的化为当真能成功啊！此前我也给你发了2次，但都没有收到你的回应，我还以为我失败了呢。前些日子一直在路上，或许是我疏忽了。真好，千里之外还能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也是。啊，你不用担心我，如今我们已经找到了大国主，等燕回练好了功法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启程回青丘王宫了。不愧是我的贤哥，哎，若我是燕回就好了，定能将那功法快快练会，这样便能让我的心上人早日回来了。油嘴滑舌。一队邪修正在靠近，一队邪修正在靠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千硕？是不是长兰发现你的位置了？没事吧？无妨，他们还找不到我，我可将这对邪修引开，闹出动静，吸引那长兰的注意，为你们争取时间。你自己千万小心啊！好，你也是啊。我知道。那我去了。陈叶国主，国主，你怎么在此？我日日皆在此处。为何？这里就是我跟亡妻相别的地方。之后每天的清晨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不知此处是雪岭夫人安睡之处，我应当在她墓前一拜。他并未留下尸身。当年他书写幽冥赋，自己要去修炼。当他练到幽冥赋第8层的时候，他深知自己很快就会油尽灯枯。他不想自己被黑气吞噬，所以他就用双华术，打算把自己尸骸封印起来。就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天，他穿起了嫁衣，在这里为我跳了最后一支舞。
我族偏居于西南，天气炎热，根本都不会下雪。但是那几天，大雪漫天，下了10天10夜，天地之间也都是一片肃高，就好像是为了祭奠他一样。国主，为何与我讲述这些？世人一直认为青丘的幽冥赋是世间的至宝，但从来没有想过，要修炼幽冥赋，到底要承受多大的苦难。燕姑娘，我想问你，你有赴死的决心吗？这个世上，本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容易的。我练幽冥赋，为生，不为死。为生，不会死。雪岭，希望他们的宿命不像我们。凭你们几个货主，你想抓我？追！来啊，追我呀！这边，来啊，追我呀！我在这儿呢。在这边。这里，笨蛋们！这哪儿啊？声音就在这个方向。怎么不像？是啊，这样没有啊。长安大人，长安大人。原来就是这个玩意儿在天上戏弄我们。不行，华为里面有贤哥的下落，不能让他得逞。算你跑得快。五心朝天，坐于湖底，静心欲绝，悟其意博，思其理当，只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。随眼入脑，脑转则目眩，方见两物。哎呀，这都看得滚瓜烂熟了，怎么还是一点窍门都没找到？不过这2句话看起来，倒着看，倒是挺像净明心法。倘若能用净明心法参透幽冥赋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未免走火入魔，我还是去问一下陈毅大国主吧。我刚才观看你的识海，才知道玲珑原来是天地之间至清至阳之气郁郁而生，跟至浊至阴的黑气是最为相克的。只可惜你当年久居龙谷不出，不然以你得天独厚的能力，若相助我们去对付福音的话，现在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。当年我偏安一隅，不愿问世事，后遭人所骗，身体残缺，致使妖族被玄门欺压，天地失衡，黑气滋生。待燕回身体康复，我会重新担起我的责任。公主，这是何意？我替青丘谢过天地玲珑。快起来吧。这不过是我早该做的事情。陈毅国主，
燕辉，你也在？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商讨对付福音的方法。幽冥赋看得如何了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了，都背下来了，也没找到什么入门的办法。不过有一处有些熟悉，这儿写着“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”，倒是和陈星山的净明心法有些相似。净明心法。净明心法乃是整个玄门的所有法术的基础。我曾听凌霄真人说过，玄门9派万般法术，皆是由净明心法演变而来。我在陈星山修行了10年，对净明心法也是倒背如流，算是有些参悟。说来，国主夫人此前曾在陈星山修炼过，不知这幽冥赋与净明心法有没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我倒是没有听雪岭他提起过。如此，我便是真的找不到入门的诀窍了。燕姑娘，别心急，修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就从第1层开始突破吧。还请陈毅国主指点一二。倒是天耀，我想你要先回避一下。为何？修炼幽冥赋会承受经脉道行之苦，我觉得燕姑娘她肯定熬得住，只是怕你不忍心看下去。哪有什么忍不忍得住的？我留在此处，为你们护法。好，修炼幽冥赋，你一定要在每天的子、午、卯、酉4个正时，在一个阴气最重的地方，要面北而坐。现在正好就是卯时，我们银月崖也都是背阳向阴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修炼吧。好。五心朝天，指尖朝前，开丹田，一呼一吸，引寒气入丹田。苟活之民，竟妄图修行我的功法！天耀，莫要心急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靠他自己了。燕辉，还需多久？还有12个小周天。燕辉，现在只是入门，他每突破1层，经脉逆行之痛则会更胜1层。天耀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当年雪岭在修炼的时候，我也是恨不得以身代之。雪岭亡故时，你可有遗憾？不曾为他冒过险。我要担起我妖族的责任，我就不得不狠下心。我已经负过他1次，我不想再负第2次。有不速之客，你在这里照顾他。
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长河辅导，去强势。长河辅导，去强势。长河辅导，去强势。静心与觉，无其一搏，思其理当。脑转增无旋，方见良物。长河辅导，去强势，心朝廷，左右护地，静心与觉，无其一搏。你以为陈毅能救你？虽言若你以为修行我的功脑法转增无便旋，能把我取而代之？见良物，思其理当。脑转增无旋。你以为有幽冥赋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了，唯有臣服才可得永生。蝼蚁焰回，听吾之令。妖怪，快走！快走！掏出护心铃。天佑，快走！走！妖怪，掏护心铃，掏护心铃。护心铃。护心铃。斩了黑花！斩了黑花！斩掉黑花！他若斩花，你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
黑花一战，我命不久矣。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瑶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辉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瑶，你怎么回事？燕辉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曾多次施恩于我。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，也算得偿所愿。我明朝就可惜了。萤火说，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轻风散离落雁会消失。燕辉，我现在将石海酒献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。此生一瞬燕辉，只为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绵绵日色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从容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燕辉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天呀！方才一战，才可换。此刻相拥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，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。我走了，天呀，你不带着你要的走！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。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一
酒，思前有时。完美了，天阳，天阳，天阳也没了。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，是不是等我醒了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，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敷完了没？敷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梦？真的不是。要活呀！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我的头发哪儿去了？
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爱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哎，你这药有用吗？陈玉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，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唉，果然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。是了，还有这个办法。这个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同时拥有颜和能？护心灵在你体内，若被他人知晓，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。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。好肉麻。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，自然最好。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，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我穿越了山河大海，10万火急，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。好，谢谢你。多谢。唉，你俩这姻缘呀，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。你在给他幽冥赋时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真相。我被他关在水牢里，发现福音宫殿的水竟然有他记忆的残像。我能看到他记忆里跟我相关的过去。此子天赋异禀，如此年纪就能化影为仙，假以时日，打败长老你并非难事。影族族长优胜劣汰，能者居之。影族出此神童，本座不知是该为影城长老欢喜，还是堪忧呢？白晓生就是神使预言里的恶童，他今日能欺凌同伴，明日必将能屠尽影村。那我把他远远地送走。不行，唯有献祭尊者，影族才能避免灾祸。母亲，母亲。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影妖的身体能够阻隔世间万物，他为了避免被外物所伤，利用我的真身，制作了一件黑银斗篷。我是怀璧其罪。
有了这件影袍，我就可以修复我的身体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所伤了。福音似乎被某个高人打伤过，他惧怕这个人再次出现，所以才要借助影袍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可惜我看不到那份记忆，并不知他是如何被打伤的。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报仇，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多亏了这件影袍，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。千年玲珑，若能取其内丹助我练功，从此以后，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。放在那黑气好生奇怪，到底是何物？玲珑之火。长兰，尊者，玄妖2界3重山之争，何时能起战事？青丘者众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。陈新山灵飞，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，挑起2界的纷争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认为把他留着，可能更有大用。待他回到玄门之日，那就是玄妖2界开战之时。很好，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。尊者，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。无妨，由他去吧。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新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鹤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
福因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他只好去信秦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3人之力，封印福音。我在旷野上建阵，雪岭造罗盘，吸纳黑气，秦广压阵。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福印，黑气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没想到你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雪莲！乾坤有极。